观之道，为师者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，欢迎收看本期精彩内容。照片中的这位医生名叫朱南孙，已经98岁，但头发却依然浓黑。行医70多年的他，看着却像60岁。闲不住的他，如今仍坚持1周出诊2次。可以说，身无病痛，健康长寿是每个人的期望。近100岁的朱南孙教授却依然面色红润，头发浓密，思维敏捷，说话中气十足，几十年没生过病。他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养生秘诀。根据公开的报道，小关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朱南孙教授的养生6句话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编的最大动力，感谢大家。1. 从不吃营养品，但1碗汤却喝了70年。朱教授认为，世界上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，不过养生是一门学问。朱教授虽不推崇药补养生，但却一直保持着每天喝1碗西洋参汤。而朱教授坚持每天喝西洋参汤，原因在于西洋参性平，四季都适合，有滋阴补气之效，而枸杞子补血明目。做法：枸杞子15克，西洋参6克，隔夜煮好，早上起来温一下就可以吃了，也可以当茶喝。脾虚的人还可以放2-3颗红枣。西洋参在补气的同时能滋阴生津，适用于久病阴阳两虚的病人，常用于治疗肺阴不足而引起的咳嗽、卡血、盗汗、烦渴或久病体内生虚热、津液耗损过多等病症。2. 从不吃煎炸食物，任何药补都不如食补。与药补相比，朱教授更倾向于食补。如气血虚的人可以多吃些当归羊肉汤，脾弱的人也可以吃点山药，只要对症并持之以恒，把肠胃调理好，长寿并不是难事儿。朱教授表示，自己吃东西比较清淡，油煎、炸等容易上火的抗氧食品从来不吃。除此之外，他并没什么忌口，但对自己喜欢的食物，却也能要求自己做到不多吃。食物其实也具有如同药物一般的性味，因此可以用于治病养生。但是食物与药物又有所不同，药物偏性较大，食物偏性较小。因此在小病或者是大病将愈，以及人体阴阳气血、腑脏功能偏差较小之时，食物治疗比药物治疗更加合适。所以《黄帝内经》说，在病将痊愈之时，可通过骨肉果菜食养以调之，促使疾病痊愈，不要再使用药物，否则就会损伤正气。3. 每天一个动作，98岁头发依然浓黑茂密。朱教授虽然98岁高龄了，但头发量非常的多，而且相对于同龄老人，朱教授的白发量并不是很多。很多人见到朱教授第一面都会问，您是怎么保持90多岁头发依然浓黑？朱教授介绍说，中医讲发为血之余，我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用手来按摩梳理头皮，促进头部供血，这样一整天的精神都会比较好。头部汇集了人体的重要经脉和40多个大小穴位，以及10多处特殊刺激区，经常梳头能够刺激头部，达到疏通血脉、通经活络、疏经活血的效果。当用脑过度或者头痛不舒适时，适当梳头还能促进大脑和脑神经的血液供应，健脑提神，解除疲劳。做法：2手手指半弯曲，用5个手指的指尖由前向后梳挠头皮，先梳头皮中线附近，依次向左右两侧及耳朵上方头皮移动，大约移动2次，便可将整个头部梳理一遍，可做4到6遍。4. 不坐电梯爬楼梯，几10年血压一直正常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特诊部，曾是上海滩第1座带电梯的花园洋房，但每次看诊，朱南孙教授都会选择爬楼。放着电梯不坐，精力充沛的他常被人说看起来才60多岁。朱南孙祖父是民国时期著名医生朱南山，父亲更是新中国医学院的院长。作为朱家千金长女，她拒绝家人用汽车接送，小时候最喜欢脚蹬旱冰鞋，工作以后无法穿旱冰鞋上班，但是爬楼梯这个习惯却坚持了几十年。如今朱南孙教授不但身材苗条，而且血压正常，全无病痛。
5. 每天睡前热水泡脚，20分钟就能降压。朱南孙教授说，倘若白天劳累或者有什么心事，为了不影响睡眠质量，我就在睡前泡脚，水温比平时高一些，就是普通的热水，泡上15到20分钟，让血压降下来。足部是足三阴经，足三阴经的起止点与全身所有脏腑经络均有密切关系。人体的5脏6腑在脚上都有相应的头翼，且分布着60多个穴位。如果能坚持在睡前用热水洗脚，就能刺激这些穴位，促进气血运行，调节内脏功能，疏通全身经络，从而达到调整脏腑功能、增强体质、祛病出邪、益气化瘀、滋补元气的目的。泡脚时，随着热力的不断增加，人会微微出汗，可以疏通经络，排出体内的寒气和废物，调节体温，降虚火。另外，血液循环的改善对血压有非常明显的双向调节作用，所以建议在忙碌一天后，一定要花上20分钟的时间给身体放松调节。6. 想得开放得下，长寿自然来。朱南孙教授的丈夫1958年被错误打成右派，被下放到了福建接受劳动教养。在过苦日子的那段时间，他一人养活了一家人，凭着坚强的心态战胜了巨大的困难。回忆起那个时代，朱南孙教授感慨道，无论遇到多么险恶的环境，都要正确对待，自我排解。养生首先要养心，养心就是要想得开放得下，所以才能活得长寿。所谓病有千般，不离阴阳，人有万种，总是名利。真正养生治病，必须由心入手。中医认为，心主神，心为5脏6腑之大主，心藏君火，君火以明，主不明则时而官微。心之神可统5脏之神，包括脾之意、肺之魄、肾之志、肝之魂，皆由心神所主管。如果能把心神调整好，那5脏之神皆可以得到调整，不烦不恼，不忧不愁，不怨不恨，让心灵快乐渗透进每个身体的器官、组织和细胞，长寿健康自然不请自来。以上这些就是小关为大家整理的朱南孙教授的养生6句话，希望大家能够把这6句话运用到今后的生活中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长寿且健康。非常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，喜欢我们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